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敏，又见面了。这次又要开启一个新的系列，关于破坏式创新。相信不少人听过这个说法。简单来说，它的意思是设计一个新的架构，用简洁的技术和成熟的组件，得到一个质量不如原先，但价格低得多的产品。它不会一上来就取代旧的方案，而是先着眼于一个特殊的应用场景，之后再逐步扩展，以覆盖更大的区域。当然，这么说仍然只是缥缈的概念。10多年前，破坏式创新这个说法已经在各个圈子里流行起来，但往往仅限于破坏式创新是什么，以及我们鼓励破坏式创新，而对怎么做到破坏式创新却鲜有讨论。这个系列的视频，我将以 SpaceX 的 Starship 为具体的例子，来系统性的介绍一下破坏式创新。不但要告诉你做什么，还要试着提出一些可遵循的原则，告诉你怎么做，希望对朋友们有启发意义。作为本系列的第1期，这里首先要谈的是需求。我一直都认为需求应该作为创新的起点，这样才能避免有了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。马斯克在 SpaceX 创立之前就已经定下了殖民火星，把人类变成双行星文明的目标。要完成这个壮举，首先就需要有一个载具，把大量的人和货物在火星和地球之间往返运输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载具的工作流程，从中分析出它需要满足什么样的需求。要飞到火星，不是像科幻作品里的那样一路喷火直达目的地，而是要进入转移轨道，靠惯性前进，用最少的推进剂完成旅途。这要求的 Delta V 比进入近地轨道的要高不少，所以需求依旧是载具要有能力进入地火转移轨道。到达火星轨道的时候，反而需要速度足够低，才能被火星引力捕获，进入环绕火星的轨道，不然就会变成飞跃，一去不复返。需求2，有足够的推进剂和引擎点火能力进行减速。环绕成功之后就该降落了，载具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经受住载入火星大气层的考验。火星大气很稀薄，气压只有地球大气的1%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用尽量少的能量来减速，存在技术挑战。这算需求3。完成火星任务后，载具需要能再次起飞，进入地火转移轨道，减速进入环绕地球轨道，再入地球大气层，在地球表面着陆，完成往返的闭环。需求4再次考验了推进剂携带量、引擎点火能力、第2次载入大气层的能力。在往返地火的过程中，几乎都没办法对载具做维护，也就是说，需求5是载具需要在不维护的情况下完成全套流程。为了殖民火星，需要用有限的载具运送上百万人和需要的所有物资，所以需求6是载具需要极大的运载能力，并在太空环境下对内部提供保护和生存支持。最后，载具发射成本要尽可能低，功能要尽可能通用。除了往返火星之外，还需要能很容易地进行其他任务和商业活动。单单在火星建立一个殖民城市，最多会需要10万亿美元。别说单凭一个人一个公司，就算几个国家联合，也不见得可以完成。所以这样的载具需要有盈利能力，通过把盈利继续投入，逐步达到目标。这是需求7。那么来看看现有的载具是否有能符合这个需求的，哪怕只是部分符合。人类火星探测从60年代就开始了，美国、俄罗斯、欧洲、印度、日本、中国都有火箭可以把探测器送到地火转移轨道，并且探测器都能减速进入环绕火星轨道。其中美国和中国都有完全成功软着陆火星的记录，可以说勉强达到了需求1到3。这些载荷都只是探测器，体积和重量都很小，别说载人着陆，连载人环绕都做不到。目前 NASA 和 ESA 有个火星样本取回的计划，毅力号火星车正在进行样本收集的工作，放在火星表面的指定地点，预计在2028年发射2个样本取回着陆器，第一个负责拿到样本转交给第二个，第二个把样本装到上升飞行器发射到轨道，轨道上还有一个返回器，把发射上来的样本接住，在2033年返回地球。
这是个多设备的设计，每个设备只做环节中的一个事情，整套系统极其繁琐，成本和时间都极高，需求4和5，目前还没有能做到的。再看运载能力和任务时长问题，目前载人飞行器飞得最远的也就是阿波罗系列飞船，能到达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，单程3-4天。火星与地球最近的时候，距离也有5500万公里，平均距离2亿公里，比月球远太多了。要满足大量旅客在太空中几个月的安全旅途，需求6还没有能做到的。成本方面，现在可以进入轨道的火箭，除了 SpaceX 的猎鹰系列可以部分复用， Rocket Lab 的电子火箭可以回收1级之外，其他都是一次性的，成本相当高，需求7也是没有能做到的。可以看出，要达到这些需求，现有的任何载具都不行， SpaceX 自己的猎鹰9号和猎鹰重型也不行，必须设计一个新的载具，有大量根本性的突破，在火箭学上有质变才行。这就要求有大量创新在里面，才能用很简单可靠的系统，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所有需求。这正是破坏式创新的用武之地。这里我打算归纳出破坏式创新的原则1：了解你的需求。因为破坏式创新产生的方案需要先在特定的场景解决问题，要紧贴需求，把要解决的问题勾勒得足够小、足够特别。如果一开始就想面面俱到，试图解决各种需求非需求的问题，结果要么是只剩破坏，没有创新，要么是为了创新而创新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看了一下要移民火星对载具的需求。下面几期我们将从不同方面来看如何填补这些需求，以及破坏式创新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影响了整个计划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